大家好，我是小航，欢迎来到小航讲历史频道。今天我们要一起了解桂南会战的背景、经过和结果。在武汉会战后，中日双方虽然在华中地区多次爆发大规模会战，日军甚至采用战略轰炸来试图对国民政府施压，但大体来说，这些战争即使折兵损将，仍没有出现改变双方僵持现象的契机。在政治面上，反而因日本加入轴心国，德国在西欧开战后，促使观望态度的欧洲列强增加与中国间的联系。在失去沿海主要港口后，国民政府与海外最主要的联系动线就是法国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由海防港到昆明间的铁路。这条动线也持续不断地让中国补充需要的战争物资。在1938年，此路线的物资运量是1937年的4倍。国民政府当时自外购买的重装备也都由此动线输入。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在海口登陆后，旋右战于临港，为其南进做准备。政治局势让日本对华战争造成强大的负面效果，对日本军部而言则是相当恼火的一题。虽然日本政府对英国与法国以外交途径施压，实际上收效甚微。这时，日本帝国海军提出南进的作战方案。作战构想是由海上入侵，占领广西南宁到龙州县一带，并在当地建立飞机场作为战略轰炸基地。1939年4月15日，日本海军部情况判断认定，仅靠陆军已很难进行内陆方面的大规模积极作战。在此情况下，由陆海军协同尽快占领华南沿海的最大贸易港口汕头。成功之后，即以一个兵团向广西方向挺进，攻占南宁，以切断敌军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海外最大补给交通线。6月，日本参谋本部兵要地质也强调，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原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所以南宁亮山的道路形成了蒋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南宁一旦占领，无需置重兵于东京湾附近即可以完成作战目的。这个构想在政治与战术面都受到相当支持。陆军提倡的北进政策，在1939年9月诺门罕战役刚被苏联狠狠修理一顿。9月新上任的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傅永功次少将自然想避免陆军内部再度做些什么烂点子，让上层灰头土脸。对此提案支持的方式，则是将关东军原本打算增援诺门罕的第5师团抽到南进，既避免前线单位误判高层立场做出错误举动，也在不影响现有前线部队下实施作战计划。9月欧战爆发，日军大本营命其第21军攻占南宁附近，遮断桂越间之国际通路，同时获得其航空队向中国西南航空作战之基地。日本决心发动桂南战役，为的是彻底切断中国抵抗其侵略的最主要补给路线。据日本军事侦察所得情报，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仅1939年9月运进中国总吨位14700吨中的12500吨即经此路线，达 85%。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兵力抢占西方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中国事变的解决之所以如此拖延，是由于苏联和英法美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援。现在因及欧战发生各列强无力顾及中国的时机，解决中国事变。9月4日，日本内阁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发表声明，值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不予介入，决定专项解决中国事变迈进。REF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493页。日本防卫厅战史时编纂，天津政协译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南京设立以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辖华北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1军。9月23日，日军大本营发出准备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命令。10月16日发出大陆命令第375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以一部协同海军迅速切断沿南宁至龙州之敌补给路线。10月16日还发出大陆旨第582号陆海军中央协定，本作战之目的在于直接切断沿南宁龙州敌补给联络路线，并强化切断沿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敌补给联络路线之海军航空作战，并规定作战时间为11月中旬。10月19日，西尾寿造下达作战命令，开始广西作战。命令参加作战的部队为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其他配合部队、第5舰队。11月中旬改称第2派遣制舰队，
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其兵力总共约3万人，军舰70余艘，航母2艘，飞机约100架。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傅永公次宣布，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在政治面上，桂系部队当时已经是退守四川后国民政府中一股重要支柱。广西受到攻击，对桂系也会产生不小的政治冲击，甚至有机会松动持续抗战的立场。而南宁到龙州一带的补给线遭切断，不但影响到越南与中国交通线安全，也可以在欧鲁局势无暇他顾时，适时对法属印度支那做出利于日本的军事作为。6. 由于战术目标与政治效果符合各方需求，作战计划很快的就批准进行。1939年9月，中国军队击退了日本陆军第11军对长沙的进攻。10月，国民政府在衡山召开第2次南越军事会议，总结了第1次长沙战役的作战情况，并决策发动新的攻势。10月29日，蒋介石在会议训词中宣布，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进为动，积极采取攻势。会议结束的11月5日，接获了日本有南犯企图的情报，美英军事情报机关也发出情报，日本舰队目前在东京湾集结，它说明对南宁的作战已迫在眉睫。于是蒋立即从衡山直接飞桂林，为迎战日本新攻势做战斗安排。此时守卫海防的是桂系部队夏威已发布调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刚刚接任的第16集团军，辖第46军、第31军。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赴重庆开国民党5届6中全会，行营参谋长林蔚则奉蒋之命前往荣县吊唁夏威母丧，并劝慰夏本人，行营成了空营。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参谋长吴石远在广东韶关，行营、战区、集团军3级首脑机关形同虚设。第46军军长何宣，新编第19师师长黄固，该师于1938年秋组建，大部为民团转成，驻防清县、防城一带。第175师代师长秦震，11月25日后师长冯黄8驻防合浦、北海一带。第170师师长黎行树驻防桂县一带。第31军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松兼军长。第131师师长、副军长贺维贞兼驻防桂平。第135师师长苏祖新驻防大黄江口一带。第188师师长魏震驻防平南。关北中国军队为白崇禧的桂林行营指挥，参谋长林蔚，辖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16集团军司令夏威，统帅第31军军长韦云松，辖131师，师长贺维贞。135师师长苏祖新。188师师长魏震。第46军军长何宣，辖170师，师长黎行树。175师师长冯黄。新19师师长黄固。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之一部连同广西教导队独立步兵1比4团，总兵力约6万人。日军登陆后，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驻千江，夏威的第16集团军总部驻宾阳附近的黑石岩。1939年11月上旬，日军第5舰队及加贺航空母舰掩护其第5师团及台湾旅团在海口集中，日军飞机狂炸中国广西各重要城市。当时中国军队从南宁至青州湾，防城沿岸设防为第4战区所属夏威第16集团军一部，其第46军守备防城、清县、合浦、连口海岸线，第31军守备西江沿岸各要点。11月9日，日军部队在海南岛三亚湾集结，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亲自到三亚指挥。13日，舰队从三亚起航。14日，先头舰只抵达北海，以10余舰发动佯攻。驻守北海的第175师一个营给予日军已回击，并受命彻底炸毁北海市。只是因为指挥北海保卫战的第46军175师第524团团长朝威感到日本军并非要在北海登陆，从而避免了北海的彻底破坏。14日当晚，日舰停止对北海的进攻，转向青州方向。第5师团及台湾旅团约70多艘的登陆舰，在1939年11月15日与16日陆续自青州湾登陆。防城起沙、龙门两地各一个营抵抗1天后败阵，日军登陆。在清县犁头嘴防守连连长报告新编第19师55团黄廷才团长，黄认为这是敌惯常骚扰而已，不必认真。结果毫无战斗准备的新编第19师所属部队溃败，日军顺利登陆。新编第19师退守上司、板城。据日军回忆，登陆时气象并不好，
因此守军出现松懈，而让日军有着可乘之机。结果日军在登陆中与阵地巩固过程并未遇到强大阻碍，因此第5师团很快便快速向北推进。11月15日，日军第5师团及台湾旅团在青州湾登陆，中国军队新编第19师退守上司、板城。日军于11月17日攻陷清县，第5师团沿雍清公路，台湾旅团沿小董百济普经北进。11月21日迫近玉江南岸，11月23日渡过玉江攻陷四塘，11月24日占领南宁，12月1日占领高峰隘，12月4日占领昆仑关后即该区守势。11月16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白崇禧，令其不必再参加国民党5届6中全会，立即返桂林指挥作战。白要求以桂林行营主任资格全权指挥，不需第4战区司令张发奎插手，各军需直接听从行营命令。蒋批准该项要求，并调其最精锐的第5军等直系部队归白指挥。白立即电令该军代军长杜聿明立刻率部乘火车从衡阳赴桂南，又电令恢复夏威第16集团军司令职务，原已任命的蔡廷锴待命。16集团军立即集结，副总司令韦云松及指挥所人员19日抵达南宁，各部分别赶赴日军进军必经之地，阻敌北进。白崇禧本人于19日由重庆飞桂林，21日率部抵达千江，设立行营指挥所。这样，当日军抵达南宁之时，国军170师22日抵达雍宁，135师2个团23日到达南宁市区，200师第600团24日下午抵达南宁东北的二塘。另外6个军分别从外省向柳州、宾阳集结。日军于11月17日攻陷清县、防城，第5师团立即兵分3路沿雍清公路，台湾旅团沿小董到百济到普经北进。18日攻新19师师部所在地小董，师长黄固临阵只身逃跑，所辖军队溃散，日军继续北上。而10万大山区土匪组成许多便衣队为日军先导，致使日军加快北进速度。11月21日迫近南宁市玉江南岸。11月23日，中村支队第5师团以夜袭与夺取民船等方式以近战方式对守军采以突袭，渡过玉江攻陷四塘。当夜，第135师405团团长武宗俊擅自令其所辖404、40、5团放弃阵地撤退。韦云松命令135师师长苏祖兴截回所部，武宗俊抗命不肯恢复原来的阵地。南宁市内正面已无军队防守。24日拂晓，170师在雍宁与日军激战。上午，日军第5师团21旅团至21联队从市区渡江，下午南宁全城陷落。随后2天的时间扫荡周遭阵地，压制至高点。25日晨，200师第600团在二塘独占日军第21、42两个联队。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对170师和200师2个团阵地猛攻，国军顽强抵抗。600团团长邵一之、团副吴其生阵亡。鉴于战况不利，170师师长黎行树与200师师长戴安澜决定黄昏后撤退至高峰隘。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前进，但这是日军自清防登陆后遇到的最激烈抵抗，战斗进行了2天2夜。11月25日，日军为扫荡第175师，由小董及公路上出动，向陆屋附近第524、第523团猛烈攻击。师指挥所转到纳龙，各团集结纳龙西端村落露营。第175师向雍清公路大塘、纳小、东崖、纳扁、新城、小董、大洞、板城等处要点及围视敌人进行攻击。11月20日，第21军在11月17日占领的青州市开设司令部。11月26日，日本第21军司令官安藤立即宣布所有日军组成雍清兵团，由第5师团长官金村君指挥。安藤立即于27日离开青州回广州。日军于26日起在飞机掩护下猛攻高峰隘，国军尽管顽强抵抗，终于不支，于12月1日失守高峰隘。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接着暂停进攻，调整部署，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暂时对峙。截止12月1日统计，攻击与扫荡南宁周边之后，日军战死145人，受伤315人，清点国军死尸6125具，俘虏664人。然日军伤亡人数明显刻意低报，因为隔年1月19日第41步兵联队击补充727。还在11月24日日军刚占领南宁时，白崇禧即要求立即趁日军立足未稳，兵力尚薄弱，马上发动反攻。未获蒋批准后，白要求杜聿明向蒋和军委会提出反攻要求，杜赞成，并于12月1日发出要求电报。重庆委员长蒋
军令部长徐，重庆军政部军务司王司长转成部长和军舰密。目前侵占南宁之敌，其兵力尚不及2师。此次乘我兵力分散，虽侥幸成功，但以交通阻塞，除少数山炮外，其他重兵器及机械化部队均无使用，而补给尤为困难。现我军所处情况则实为相反，故此时我军正以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12月10日前反攻，以击破该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用敢不揣冒昧，谨慎关于攻击前部署意见如下：以上所陈是否有当？夫为见何师尊？迁江第5军代军长杜聿明东吴参议，遭到蒋介石驳斥。12月7日，蒋介石突然决定反攻。8日，白崇禧将此决定转达各部，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各部亦开始反攻准备。12月中旬，国军集结基本完成。蒋又派陈诚、李济深监督白崇禧作战。第4战区司令张发奎也由韶关抵达迁江。会战初期，广西省除了桂系部队以外，并无重装部队可反击，而昆仑关失守让重庆当局高度重视日军后续发展。在日军推进已到极限时，重庆方面才开始进行反击行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决定投入刚整编完成之中央军第5军以及其隶属装甲兵团，对广西重要战略据点昆仑关进行强攻。该战役期间，主攻部队为攻坚昆仑关的第5军，但实际上掩护第5军攻势。国民革命军对南宁一带发动全面性反击。为收复昆仑关和南宁，派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挥约9个军27个师共30万人的兵力，第16集团军夏威、第37集团军叶兆、第35集团军邓龙光、第26集团军蔡廷锴辖第30军、第5军、第64军、第46军、第66军、第43军等，向昆仑关攻击。日军以中村旅团为主力，配属特种兵若干，构筑有坚固工事。第38集团军徐廷瑶辖第2军李延年、第6军甘立初、第36军姚纯、第99军傅仲方。第5军辖荣誉第1师副军长郑洞国兼师长，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之外，第5军装甲团、骑兵团、炮兵团、工兵团等全部抵达。参战日军为第5师团师团长金村军中将，辖第9旅团，旅团长吉川元七少将；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台湾混成旅团，旅团长盐田定七少将，连同海军陆战队军舰70余艘，空军飞机100架，共计约3万人。后期补充抵达的近卫师团，第18师团之1个旅团，兵员总数约10万人，实际参加战斗总兵力只有 4.5 万人。汉奸密报南宁昆仑关以北已有10余万国军集结之后，金村军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未予理睬。日军更高层则仍希望继续开展谋略工作，企图策动桂系反蒋。12月10日，金村军发表致礼白将军书通电，表示尊敬李白治理广西的业绩。此次进攻南宁，仅为切断蒋政权的交通线，希望2位将军洞察世界大势，促进日华提携。如仍执迷不悟夺取南宁，日军南宁驻屯军必胜无疑。最后告知，对在南宁战斗中战没之将军部下4200余名勇士，我军已与合葬于南宁中山公园，郑重共祭，尚且安心。12月15日，白以桂林行营名义发出第1号反攻令。白崇禧部署如下：北路军总指挥徐廷瑶，部第5军主攻昆仑关，第99军第92师绕灵力为西进，攻击七塘，侧击昆仑关之敌。西路军总指挥夏威，部第1纵队司令周祖晃攻击高峰隘，第2纵队司令韦云松在南宁南部苏围集结，阻止敌后增援南宁。东路军总指挥蔡廷锴，部何宣第46军向陆屋、灵山破袭雍清公路。叶兆的第66军攻击昆仑关，则一支古腊、甘棠敌军。第99军另外2师作为战略预备队。12月16日，杜聿明此时已任军长，召开第5军团长以上军事会议，布置对昆仑关之攻坚战。他制定的是关门打虎的包围全歼战术，以第200师师长戴安澜、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正面主攻昆仑关，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为右翼迂回部队，由小路绕过昆仑关，攻占5塘、6塘，打击南宁方面日本援兵。第200师副师长彭必生率2个补充团担任左翼迂回支队，绕甘棠、长安攻击7塘、8塘，则击昆仑关之外，堵住其退路并阻击援军。
昆仑关首敌为第5师团主力第21旅团的松本总三郎大队，其第42联队及第21联队在九塘至南宁一线。金村军12月16日命令第9旅团长及川原七少将率领数千日军奔袭龙州、镇南关。17日出发。12月17日晚上8点，昆仑关战役正式发动。12月18日，中国军队开始攻击，当日攻克昆仑关、九塘。12月19日攻克高峰隘。12月20日，高峰隘、九塘、昆仑关又陷入日军之手。12月18日拂晓，中国军队第5军炮兵团以及各师炮营同时开火，炮火延伸后，第200师与荣誉第1师开始攻坚。白天，日军上百架飞机轰炸。至18日夜，荣一师攻占了昆仑关附近的仙女山、老毛岭、万福村、罗塘和411高地。第200师攻占了653、602个高地，并一举攻占昆仑关主阵地。19日中午，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金村军派出第21旅团第21联队，由连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率领抵达昆仑关阵地，并夺回昆仑关。其他阵地也在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激烈争夺中。新22师又以迂回部队占领5塘、6塘，其中5塘复被日军夺回，6塘则始终坚守住，在打击日军增援上作用极大，有效地保证了昆仑关战斗。金村军命令台湾混成旅团由南宁增援昆仑关时，被邱清泉亲率主力堵在6塘激战。杜聿明不失时机，命令郑洞国派该师郑庭吉第3团从右翼包围9塘，郑团利用黑夜攻占9塘西侧高地。12月20日，昆仑关敌见不知，频频告急。金村军命令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率第42联队增援昆仑关，但在5塘被邱清泉部堵截，激战2天不能前进，直至22日拂晓方抵达7塘，又被阻截。中村本人23日上午也受伤。下午1时半，三木大佐告急，黄昏前旅团如不能到来，第一线难以确保。奉金村军命令增援昆仑关的台湾混成旅团林义雄大佐第1联队、渡边信吉大佐第2联队在雍清路上被175师各部阻击，不能及时赶赴昆仑关。其渡边联队在陆屋遭遇第524团团长朝威阻截，激战3日不能通过，渡边大佐被击毙，残敌逃回清县。20日，金村又命令奔袭龙州、镇南关的第9旅团分出第3大队伊藤部队，乘坐105辆汽车返回驰援昆仑关。日军师团确认该地遭攻击的时间，则是在隔天18日早上。金村师长下令中村支队再度开赴救援。紧接着的半个月间，是日军在南宁至昆仑关的公路一场又一场的包围、突围战事。18日，西路军170师发起高峰隘战斗，19日占领高峰隘附近山头，但当晚即被日军偷袭。20日该处失守，国军败退至葛围一带。白崇禧亲自做阵地视察，亦无改观，始终无法攻占高峰隘，致使阻击日军援军初衷无法实现。而雍龙路伊藤部则在西长围被131师截击。22日，金村军不得不派南宁仅有的2个中队和2个机枪小队前往援救，又在苏围附近遭188师阻击。伊藤大队在西长被围整3天之久，却因131师不敢进战而免被歼之命运。最后，在飞机掩护下，这2部日军均得以突围。26日下午返回南宁。11月21日，蒋介石对昆仑关战役及整个桂南战役进展缓慢极其不满，给桂林行营及各参战部队下达命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应即以为敌论罪，就地处置可也。到23日，仅第5军正面进攻的2个师，伤亡就达2000余人，日本军伤亡也在1000人以上。6天战斗未获理想战果，而敌军援兵已从各地开来，形势不容乐观。杜聿明分析两德两失的教训，是日军在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致使我军攻击失败。于是决定改变战法，集中优势兵力，从外围攻击各据点，逐渐缩小包围圈。24日，吉川支队接到金村军返回南宁的命令，便销毁缴获的大批战略物资，撤离龙州、镇南关。白崇禧得知第1批回窜之敌逃脱，第2批又在返回后，唯恐增援昆仑关导致我军进攻失败，急电西路军总指挥韦云松，如再放过第2批回窜的敌军，影响主力兵团方面的战局，该副总司令应受严惩。14结果仍被敌军主力逃脱，地方部队习惯于保存实力，互相推诿，使日军获益。在昆仑关主攻阵地上，郑庭吉的迂回部队建立了功勋。他用望远镜发现9塘公路边大草地上有日军军官正集合开会，
马上命令第一营以轻重机枪、迫击炮集中火力猛击，炮弹击中目标，敌军官死伤惨重，乃至后来不得不空投军官来补充作战。25日，荣一师第2团在团长汪波率领下，步炮协作，攻下罗塘南高地，全歼守敌200余人，这是很重要的突破。杜聿明传令嘉奖，接着各师团军心振奋，依次攻克昆仑关周边诸高地。从12月25日开始，中国军队第5军及第159师、第92师等部队协同作战，先后占领昆仑关附近重要高地，激战至12月31日攻占昆仑关、天阴，将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击毙，歼灭其5000余人。2战役结束后，昆仑关防务房由桂系部队接手防卫。25日，日军台湾混成旅团之2个连队到达巴塘，中村旅团的第42联队更到达九塘。中村正雄被击毙后，第42联队长坂田元一代理21旅团长。经白崇禧批准，杜聿明决定集中全部兵力，一举歼灭这支日本精锐之师。于是，除调回第5军全部兵力猛攻昆仑关之外，加配叶照第37集团军所属之第66军和作为总预备队的第99军2个师，将这5个师全部用于打击巴塘以南敌人援军。28日，重新部署的陆军第5军加紧攻关，至30日，昆仑关周围敌据点和侧防机关基本肃清。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敌最坚固的据点。担任攻坚任务的是杜聿明调拨给第200师指挥之正庭及荣一师第3团。28日晚，该团开始攻击界首高地，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轰炸，该团士气旺。昆仑关战役后，日本陆军在1940年1月19日运输3389名补充人员至第5师团补充作战损失，其中第21步兵联队接收补充人员1848名，第42步兵联队接收补充人员814名，很可能与日军于昆仑关战役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人数大致相符，轻伤线的住院者应不计在内。且依照本次战役屡次出现日军据点遭国军攻陷而据点守军全员战死的情形15，此2662名补充人员很可能多数是补充战死所产生的缺额。这是一个漂亮的攻坚战、歼灭战。说全歼第21旅团是毫不过分的。除击毙该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之外，还击毙了第42联队长接任中村的代旅团长坂田元一大佐，第21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副联队长生田藤一，第1大队长楚平作，第2大队长关本德，第3大队长森本恭等。班长以上军官阵亡85%以上，阵亡士兵4000人以上。这是日本战后公布的数字。在1939年12月期间的战役，日军在广西以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等部队抗衡15万人以上的国民革命军强攻。至于21军其余部队则开赴广东，试图发动翁英作战。还有分派由步兵第11联队为主体的吉川支队南进朝龙州县推进，并在11月21日占领镇南关，虏获包括汽车、汽油与重油等石化燃料、枪支等军火物资。兵力本身就不甚充足，又多路分兵的结果，导致日军在昆仑关遭包围时缺乏预备队救援。最后，日军放弃广州等地攻势，回防巩固南宁一带防线。不过，重庆方面并没有因此低估该地日军造成的问题，仍处心积虑地规划夺回南宁。日本军部被中国军队的攻势震撼，派大本营参谋次长泽田茂从东京赶到广州。第21军于12月29日派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作战主任藤原武，陪同日军参谋本部作战主任荒尾新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铃木宗作等到达南宁，但未能改变第21旅团的失败命运。鉴于金村军企图亲自上阵，并以第5师团全力为第21旅团报仇，并打算1月1日与中国军队开始决战。21军军长安藤立即命令其固守南宁待援。波集团第21军企图将有力兵团调至南宁，歼灭聚集于南宁方面的敌军。第5师团仍应确保南宁及附近要地，以利转用兵团之挺进。第5军第3次攻克昆仑关，并歼灭了第21旅团的2个主力联队之后，本以为可以顺利进军，一举收复南宁。第21旅团的剩余部队，台湾混成旅团的第1、第2联队仍在九塘至八塘间。1940年1月1日中午，吉川支队数千主力抵达八塘，金村军命令吉川少将接替被击毙的坂田元一担任前线总指挥。第5军向南宁方向继续进攻的第一仗便在昆仑关至九塘间的441高地打响。攻打昆仑关时，荣一师便攻占了高地北侧，日军顽强守卫这高地的南侧。1月1日，
日军飞机对高地北侧狂轰滥炸，步兵大举进攻。荣一是守卫高地的一个团加一个营，战至仅剩100余人，但仍坚守阵地。2日拂晓，荣一师举全部残余兵力反攻，激战一整天，毫无进展，双方仍旧维持原有阵地。3日，杜聿明调集200师主力及新22师一部，协同荣一师继续战斗，战况更为惨烈，双方死伤都极为惨重。入夜，日军抵挡不住，败退九塘，战斗结束。1月7日，蒋介石飞桂林，10日亲临千江，与白崇禧、陈诚、张发奎、徐廷瑶、林蔚等讨论下步作战计划。白提议程敌新败，援军未到，清新到广西的李延年第2军、甘立初第6军、姚纯第36军、傅仲方第99军会同第5军等部队发动攻势，一举收复南宁。蒋批准了这个计划。1月11日，正当白崇禧发布部署命令准备开战时，返回柳州的蒋致白一封信，推翻头一天的会议上的决定。这样，白崇禧只好发出改变作战部署的新命令，中国军队全部进入固守状态。日本方面赢得时间从容部署，直至发动反攻。日军为挽救其在南宁方向之惨败，从粤北抽调第18师团及近卫旅团来援。1月7日起，调往桂南的第18师团师团长久纳成一中将，近卫混成旅团旅团长樱田武少将共 1.5万人从广州上船。10日，日本第21军制定滨阳会战指导方案，定于1月下旬在以滨阳以南地区决战。1月14日，近卫混成旅团第4联队3000余人在青州登陆。沿北肃清青宁公路一带干扰补给的国民革命军第31军、国民革命军第41军、日军台湾混成旅之部队也于1月13日与西路军为云松部激战于塘堡一带，但所有日军部队基本上实现了在南宁周边的集结。一部1000余人于16日在清县、灵山交界的四河坳与46军175师524团团长曹威激战3昼夜，日军被击毙200余人，并致使日军整个联队被46军包围。但日军虽伤亡惨重，但主力仍由飞机掩护突围而去。由日本帝国海军组成的第3联合航空队下辖第14航空队、第15航空队，约100架飞机则在1月10日起朝柳州、桂林等地实施扫荡任务，在1940年初的夺取广西一带之制空权。陆军也增援第90飞行战队、第21独立飞行队，均使用97式俯冲轰炸机强化空中支援能量。在日军发动攻击前，当地的国军完全是处于制空劣势态势之下。1月23日，安藤利吉中将亲临南宁指挥反攻。24日下达反攻命令。1月25日，白崇禧在千江指挥所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商讨对付日军大反攻的对策。27日，李济深、陈诚、张治中等也抵达千江。会议决定的军事部署为：徐廷瑶指挥第2军、第36军、第99军为中路军，固守九塘、昆仑关一带；以甘立初第6军为右翼军，向三庄岭方向侧击日军；以叶兆第66军为左翼军，在甘塘方向阻敌。白崇禧没有料到日军会采取包抄战术。1940年1月25日，日军第18师团一个旅团及第15师团一部沿拥兵路正面攻击，近卫旅团沿拥永淳路向贵州迂回攻击，进行滨阳战役。近卫旅团由亭子围过河，在经梁庆、永淳县过河，沿甘塘、鹿围、古腊、武陵而趋滨阳，企图截断我军后路。白崇禧抽调在南面担任侧击拥侵入敌人的第16集团军的第46军至第175师连夜兼程北上，尾追迂回永淳之敌。在增援就位后，21军发动大规模攻势驱离，围歼滨阳以南的国军。除了继续在南宁囤积作战物资，1月22日18师团与近卫旅团到达攻击发起点。第38集团军总司令部在兵被炸，各部联络中断，形成独立作战状态。1月28日，日军发动攻势，滨阳作战。2月3日，第5师团下辖之步兵第41联队占领昆仑关。2月4日，安藤利吉司令官抵达刚攻占的滨阳，国民革命军不但丢了昆仑关，而且战线还进一步溃败，大量部队遭日军包围。会战以国军后撤结束。2月13日，日军主力撤回南宁，战线继续僵持。1月27日，日军开始反攻，滨阳作战。第5师团主力、近卫混成旅团主力、台湾混成旅团主力由金村军指挥沿拥兵公路向昆仑关进攻。第18师团全部和近卫混成旅团一部由久纳成一指挥沿拥江南岸东进，在永淳渡江北上，迂回包抄昆仑关后路。
尽管金村军指挥的正面进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但白崇禧发现日军真正主力在甘棠方向，严重地威胁了昆仑关一带的中国军队。白崇禧紧急命令刚从广东调来的邓龙光第35集团军之第64军军长陈公霞挤进甘棠。第46军率其主力175师由江口北渡豫江，协同阻击进攻日军，另以第6军第49师南下武陵围，企图阻止敌军北上宾阳。2月1日，蒋介石命令第4战区长官张发奎接替白崇禧指挥桂南战役。张上任伊始即命叶兆第66军固守原阵地，并须侧击日军，还命令所有增援部队向甘棠集结，预定2月2日向日军甘棠部队发动攻击。命令尚未传达到各部，日军司令安藤下达命令，决定2月1日开始总攻。此次作战的胜败，即在明日1日之决战，望全体官兵努力奋战，期其必胜。叶兆擅自命令所部稍微抵抗即向黎塘，逃为撤退，根本不理会他们的防线背后没有设置预备队，这导致中国军队阵线彻底崩溃。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向宾阳长驱直入，日军飞机又炸毁了设在宾阳的第38集团军总部，通讯中断，导致战场一片混乱。2月2日，日军占领宾阳、思陇，中国军队第2、第36、第6、第99各军乃向龙山、都安、新城撤退。第2军第9师师长郑作明在撤退中被炸身亡。2日下午，日军开进宾阳县城、思陇，在九塘、昆仑关防御的第99军、第36军、第2军及第6军失去集团军指挥，各自为战。宾阳失守后路被断，致使军心溃散，全都仓皇逃窜，沿山间小路向龙山、都安、新城撤退。2月3日，第5师团金村军下辖之步兵第41联队顺利夺取九塘、昆仑关等阵地。第2军副军长郑作明中将在撤往上林时中炮身亡。2月4日，安藤立即司令官抵达刚攻占的宾阳，当晚宣布宾阳会战已结束，应将兵力集结南宁附近之命令。4日，日军占领上林，6日占武鸣，7日占黎塘。第5军浴血奋战半个多月才攻占的地盘灰飞烟灭。2月8日，日军各部停止追击，返回南宁。血战过的昆仑关上，日军提大幅标语留念：我皇军击溃蒋军30余师，以闭环宾阳、昆仑关各地。国民革命军不但丢了昆仑关，而且战线还进一步溃败，大量部队遭日军包围。在北面的部队溃退到了清水河占领阵地，东面退到王陵、黎塘间，西北面退到上林县城附近，造成很大损失。第175师则通过镇龙大山进出滨桂公路之黄练。会战以国军后撤结束。2月13日，日军主力撤回南宁，战线继续僵持。2月14日，把第5师团、近卫混成旅团、台湾混成旅团组合成为第22军，由原第18师团师团长久纳成一担任军司令官，而该师团则调回广州，于广州新设立华南方面军司令部，安藤立即任司令官。因为兵力有限，第22军放弃许多地方，仅由第5师团占领南宁市及附近10公里地带，近卫混成旅占领邕江南岸，台湾混成旅占领邕清公路各要点。宾阳战役结束后，日军第18师团调回广州。根据日军统计，在1月28日到2月13日的作战间，日军虏获了战车19辆、轻装甲车5辆、汽车30辆、野山炮20门、速射炮13门、迫击炮41门。清点的国军尸体有27041具，俘虏1167人。中国军队以主力用于邕清公路以东地区，以一部用于以西地区，将日军后方遮断，协力邕江北岸部队之作战。战后，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金村均于1940年3月的报告称，该师团自1939年11月16日登陆至隔年3月9日，仅死亡1161名，战死与非战斗死亡皆算入，受伤2719名。然而，日军第21军参谋长根本博却在战时月报上给出第5师团仅于1939年12月19日至隔年1月底就至少战死1282名，战伤2800名的数据，足见金村军的报告很明显与事实有严重落差。即便金村军在报告中大幅压低伤亡人数，然而依旧承认第5师团至1940年2月上旬接收补充人员4700多人。根据日本陆军运输资料，其中有3389人约在1940年1月下旬抵达，就是说另有1300到1400名补充人员在2月上旬补充第5师团因为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所产生的缺额轻伤线的住院应不在内。而此时的第5师团正在进行宾阳作战，
足见此1300到1400名补充人员几乎都是补充因宾阳作战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所造成之缺额，轻伤线的住院应不在内。而2月上旬第5师团接受补充的当下，宾阳作战还在持续进行当中。1940年2月21日，蒋介石来到柳州，住在羊角山。2月22日开始召集各师长以上100多位将领，持续4天的柳州军事会议，检讨桂南作战得失。蒋介石把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利，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皆予降级处分，将2人予以降级，另外处分及奖励一批高级将须。第46军和第175师纪律严明，得到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2月26日，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宣布，当前已无反攻南宁的必要。整个桂南战役到此结束。桂南会战的败仗让重庆当局相当难堪，不仅是广西与越南间的交通因此受到影响，耗费大量人物力打下的反击战最后却一溃千里。从战前桂林行营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判断错误，会战中无论是作为地主的桂系，或是号称精锐的黄埔系将领，都出现作战不利的状况，均让蒋中正十分恼火。会战后惩处作战不利将官数目也是抗战史中首位。1940年6月17日，盘踞邕江南岸，日军沿邕宁明路进攻，当晚攻陷绥路。6月24日占北江围，7月2日占龙津。日军在攻占南宁后，并未造成桂系部队的厌战情绪，滇缅公路的开通也让西方的援华动线更难摧毁。占领南宁一事便失去军事与战略价值。随后在1940年中，日军便主动撤离南宁。6月10日，西欧战场德军进占巴黎，法国战败，日军第5师团于9月进入法属印度支那、龙津、凭降日军于10月26日开始入越南。中国军队于10月28日收复龙津。10月29日，第64军占领高峰隘及拥兵杨路之三塘与剪刀墟。10月30日，第64军收复南宁1-2比3。第46军从雍清路上尾追敌人，第175师奉令从劝力左线一线越左江向思乐、大寺、黄屋屯、金鸡塘敌人追击。日军退却有周密的布置，迅速的行动和海军空军的支持。追击的路上，天天有大批的敌机在头上盘旋，发现国军则大肆轰炸和扫射，以迟滞追击行动。追到黄屋屯时，和日军掩护收容部队发生接触。等到金鸡塘，敌已登舰出海而去，仅遗弃一些笨重物资而已。至11月17日，雍清一带日军全部退出，广西境内已无日军。桂南会战结束，南宁再被入侵，要到1944年1号作战期间的事情。宾阳战役后，蒋介石于2月22日开始，以4天时间在柳州召开有100多将领参加至柳州军事会议，检讨桂南作战。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利，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皆予降级处分，还惩处、奖励其他一些将领。蒋介石宣布取消叶兆、徐廷瑶、蔡廷锴3个集团军番号，桂林行营不再指挥各部队，按战斗序列归第4战区指挥。第4战区司令部由韶关迁移到柳州。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桂南会战的历史。如果喜欢这期视频，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建议。我们下期再见。